大家好，我是曼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张很多投资人可能会不小心忽略，但它却是公司财务报表里面可以说是最诚实的一张报表——现金流量表。你想象一下哦，你看到一则新闻，说某家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获利，哇，损益表上那个数字超级漂亮，看起来就是一门赚大钱的好生意。那你是不是会觉得，这家公司体质肯定超好，值得来投资一下？但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这家看起来风风光光的公司，很可能正一步一步走向破产的悬崖边缘呢？这怎么可能？关键就出在损益表上的那个利润，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会计上的估计值，它完全不等于公司口袋里真正可以拿出来花的现金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一家公司到底气长不长，就必须看现金流量表。这张报表它只记录一件事情，就是真金白银的现金是流进来还是流出去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财务报表里的测谎机，它能揭露一家公司最真实的体液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深入看看这份报告。现金流量表的第一部分，也是最核心的部分，叫做营业活动。这部分呢，就像是公司的口供，它会老老实实地交代公司靠它的本业赚钱的真本事到底怎么样。那它是怎么算的呢？它的起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损益表上的那个净利，也就是 net income。但这只是开始哦，接下来它会做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，就是把那些非现金的支出给加回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个例子哦，比方说公司5年前花了1000万买一台机器，预计用5年。那在会计上，每年就要认列200万的折旧费用来扣除，这200万会让账面上的净利变少。但你想想看，今年公司真的有在掏出这200万现金吗？没有嘛。那1000万早在5年前就已经付出去了。所以，为了看到今年真实的现金状况，我们要把这200万的折旧费用给加回来。所以说，这个数字的解读就变得非常直接了。如果营业现金流是正数，比如说正20亿，就代表公司去年是扎扎实实的靠着本业赚进了20亿的现金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是负6亿，那就代表公司真的从口袋里亏掉了6亿的现金。好了，了解完公司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之后，下一步呢，我们就来追查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，又花到哪里去了。这就是接下来的2个活动，投资与筹资。他们就像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找到的资金流向还有共犯一样。简单来说，投资活动就是公司花钱买厂房、买设备，替未来铺路。那筹资活动就是公司跟股东或银行借钱还钱的各种记录，钱流进来就是正的，流出去就是负的，非常直观。那问题来了哦，如果我们看到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是负数，这代表公司一直在花钱，那这一定是件坏事吗？你觉得呢？答案是不一定，而且通常还是好事。一个负数代表公司把现金流出去，去买入资产，像是盖新的工厂、买新的设备。你想嘛，一家健康的好公司本来就应该要持续的投资自己的本业，这样才能为未来的成长做好准备啊。好的，到这里我们手上已经有3个关键线索了：营业、投资还有筹资。现在就是把它们全部组合起来，像个专家一样来为这家公司做一个完整的健康检查。第一个指标叫做获利含金量，也就是拿营业现金流去除以净利。这个比率理应要大于100%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因为营业现金流已经加回了折旧这些非现金的支出，所以它本来就应该要比净利来得高，这样才合理嘛。好，第2个检查重点，公司靠本业赚来的钱，也就是营业现金流，够不够它未来的投资所需？比方说，1年赚了80亿现金，拿去投资60亿，这很健康。但最怕的就是那种赚100块却要投1000块的烧钱模式，就像以前的 DRAM 啊、太阳能产业，一次投入太多，未来又不确定，风一吹草一动，整个产业就会非常惨。最后还有2个可以说是攸关生死的检查点。第一，公司赚来的钱够不够还眼前的短期负债？
你想想，如果赚100亿，但下个月就要还900亿，那银行一通电话来，公司可能就倒闭了。第二，这现金流是一次性的，还是能够年复一年稳定的进账，这才是一间好公司的真正标志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，这好像都是公司的事，离我们很远。但其实啊，理解公司的这一套财务逻辑，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理财有非常非常大的启发。你看哦，公司的营业现金流不就是你的薪水吗？你靠自己工作赚来的钱。那公司的投资活动不就是你拿钱去买股票、买基金，为你的未来做投资吗？而公司的筹资活动就像是你去申请房贷、偿还各种债务。你看底层的逻辑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？所以说不管是经营一家公司，还是经营你自己的人生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而且健康的现金流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安然地度过景气循环的春夏秋冬。现在不妨就动手打开你最喜欢的那家公司的财报，好好看一看它的现金流量表。在学会了今天这些之后，你觉得它还像你想象中那么健康吗？记住一句话：利润是观点，现金才是事实。学会看现金流量表，你就能看穿财报的迷雾，找到真正体质强健的好公司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相关的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